这不是真的。娘，娘，你为什么这么说？你在说谎，对不对，娘？二柱，娘没说谎，这都是真的。就因为明珠小姐阻拦你和彩莲的婚事，娘恨她，才下毒害死了她。都是娘的罪呀！不是的，娘，娘，你一定在骗我，对不对啊？娘，李大人啊，明珠小姐是我害死的，我都已经承认了，你们为什么还要杀我娘？为什么还要杀我娘？大人，那砒霜明明是我下的，大人，大人。大胆何二柱，事到如今，你还在胡说八道啊！砒霜，砒霜，本案哪来的砒霜啊？什么？啥？回本官的话，你说是你投毒，那毒从何来啊？毒？那个砒霜，那砒霜真的是我下的，大人，真的是我下的，大人。二柱。你别在大人面前撒谎了！你哪儿来的砒霜？那是娘买的砒石，是用她下的毒。你在骗我，娘，你说，那不是真的，那不是真的，这都是真的。就让我给明珠小姐来偿命吧。不是的，大人，那是我娘骗你的，那毒真的是我下的，是我下的，真的，是我下的。啊，二柱，二柱！大人，二柱昏过去了，要不要将他弄醒？大人，我儿子二柱没有罪，罪都在我，您就判了吧，大人。老陈公，你看这，既然事实如此，李大人，速将这恶婆判处吧。李大人，既然真凶查获，这回你该速判了吧？二柱他娘，你听好了，你既然自首，本官便要依法行事。二柱虽有冤情，但也有过在身，依律也应责罚。但本官念在其情可容，便不再追究了，可免其罪责。现在当堂释放。多谢大人，多谢了。但是你就不能走出这个大堂了。好，老身认罪，老身认罪。王捕头，在，将何陈氏押入大牢，听候处理。何二柱当堂释放，叫人送他回家。是。来人，在。将何陈氏押入大牢。是。小五，在，把二柱送回家。是。来，二柱，走吧。大人，多谢了，多谢了。
退堂吧。退堂。李大人，没想到会是这样啊！行啊，不管怎么说，此案终可了结了。对老陈公也总算有个交代。哎，李大人，今日为何不当庭审判呢？你还等什么？本府可是等的日子不少了。知府大人，您也得让俺喘口气不是？此案虽然已破，但下官也不敢马虎半点，也得容俺将案情梳理清晰，一一备案，方可判决。知府大人，你就再耐心等等吧。好吧，行吧？那你可快着点儿。哎，对了，我还没有问你呢，刚才那位姑娘她是？哦，俺都忘了跟大人介绍了，她是于姑娘，也是下官新聘的师爷。哦，聘了个女师爷。这可真是亘古未闻呐！哈哈哈，厉害呐，厉害！你这个人做事啊，总是能让本官常常感到意外呀。咱们不说了，你还是抓紧时间备案，赶快审判啊！别让本官等得太久了啊！告辞。走好，大人，不送了。来，让一下，让一下啊！快！哎，采莲姑娘，你跑什么呀？二柱在这儿呢。真的是二柱嫂子，二柱。二柱，二柱哥，二柱哥，二柱，妹子，妹子，大药凉一些，再给兄弟服下吧。哎呀，秀姑啊，二柱现在身体很弱，又受了这么大的刺激，你和采莲一定要好好照顾他。明日我过来，再带一个好的郎中给他看一看啊。钟老板，真不知道可怎么感谢你。哎，不用客气了。哎，事情怎么会弄成这个样子？都是因为我，都是因为我。亏你还说得出口，丧门星！没你我们家能出那么多事儿？当家的，你怎么能这么说妹子呢？这件事情……闭嘴！轮到你说话了吗？那个臭娘们，我会说说，不会说滚出去！滚！滚就滚！不是，这到底是谁家呀？我，这是我家！不对呀，还是解释不通。不对，的的确确是不对呀。于姑娘，不能判。
不能判呢。唉。你找什么？哎呦呦呦！干什么呀？捏不出的不出声，吓死我了！去，没你事。这李大人天天都吃什么呀？怎么老拉呀？哎，谁说不是呢？这不拉的连话都说不出来了。今儿啊，恐怕办不了公了，就烦劳您跟知府大人回禀一声吧。哎，好嘞，那我就先回去了。哎，辛苦你了，辛苦你了。你慢点走啊。大人，人走了，走了。大人，照您的分析，这案子的确还有疑点。而且这疑点还不小呢。按时间推算，二柱娘是在明珠去她家多日之前便备下了批实。单这一点来看，确实像是早有预谋。可让俺觉得奇怪的是，采莲逃出州府，这纯属突发。二柱娘是如何先知，又是如何算准明珠会追至她家？还有更令人不解的就是，若非是明珠旧疾复发，又咋会在她家饮水呢？难道所有的事情她都能事先料定？这是不是太奇怪了，太不合情理了？是啊，是太不合情理了。可是大人，既然此案还有疑点的话，便不能了结。查，继续查。是。哎，我问你，你知不知道咱娘把房契放哪？不知道。问你也是白问。我出去了啊。你等等，我有事情跟你说。说什么呀？明天你把王老板找来，我有事情问他。你找王老板？你找王老板干什么呀？我想问他，还想不想买我？什么？你少拿我开心！我没跟你开玩笑。等等，我有点迷糊了啊！你说的那个话，当真？你去不去吧？不是，哼，你真不想跟我过了？不想了，过够了。我。这都是你说的啊！哼！哎，不行！切，你现在说这话还顶个屁用！上次钟老板给了我50两银子，让我不许再休你，我都当着大家把奏折签了。这事你不用操心这么多了。这次我是自己要卖自己。李大人，咱们还是走这边吧。是我自愿的，王老板，你放心，我不会反悔的。那就好。大柱，在我画押之前，有件事我们要说清楚。这50两银子，你得把拿走兄弟的银子给我，剩下的都归你。你能做到吗？能。不就那10几两银子吗？能。还有一件事，在我走出这个房门之前，你不能告诉二柱兄弟和采莲妹子。成，只要你不说，我嘴严。
好，王老板，画押之前，我要你也答应我一件事。好，你说。今天我画了押，拿了钱，就是你的人了。不过，今天我还不能跟你走。这是为什么呀？你先别急，听我说。你也知道我们家出了事，我婆婆她刚刚入狱，我二柱兄弟身上受了那么重的伤，受了刺激，还神志不清，病情也更加重了。虽说我这个做嫂子的就要走出这个家门了，可也不能看着二柱兄弟没有醒过来我就走啊。王老板，你答应我，让我兄弟醒的时候我再过去，你能答应吗？秀姑，你，哎呀，王老板，我都画了押，你还怕我反悔吗？如果你不答应，这件事就算了。哎，别，王老板，秀姑，你把我想成什么人了？我答应你就是了。这样吧，后天总可以了吧？后天，那好，就后天吧。王老板，后天是个好日子，好日子。那我画押。好。好了，这下全妥了，秀姑啊，那咱可说好了，后天一早我就过来接你。哎呦，李大人，等会儿您来了啊！大柱，我先走了。哎，走。哎呀，李大人，你怎么来了？好，他是谁啊？是赌场的王老板，过来聊聊天。李大人，来屋里请。哎，对，里边请。来，里边请。来，哎，小姑没水了，该烧水去。啊，我就去。啊，大人您坐，我去烧水。二柱不在家吗？二柱在他屋里呢，你找他，我帮你叫他去。不用了啊。采莲也在你家吗？你说采莲呢？采莲是在我家，不过刚才酒楼的钟老板把他叫去了。原来你是找采莲呢。哎呀，可奇怪了，你怎么不问一下你娘现在怎么样？我都忘了，李大人，我太太现在究竟怎么样了？来得太快了吧？放心，你老娘没事，现在在大牢那边，本官替你照顾得非常之好，你无需有任何担心。俺今天来到你家呢，就是想问问你，那日明珠小姐到你家来的时候，你也在场，你能把当时的情况详细说一遍给俺听吗？整。哎，李大人，那天的事儿我记得特别清楚。特别清楚啊，说吧。那天是这样的，哎，老管家，我不都跟您说了吗？我们李大人出去帮人找牛去了，找牛哪有准地儿啊？您上哪儿找去？你们李大人也真是的，我们府上这么大的案子他不判，别人家丢了一头牛，他都亲自去找啊！哎呀，您是不知道，我们这李大人他办事就是认真，认准的事儿8头牛都拉不回来，而且什么事儿还得自己亲自去办，他才放心。您先回去，我再帮您催去。你看，哎，您多担待。这真是的，哎，慢走啊你。哎，李大人，哎，我跟你说，吃了饭再走吧。你回吧。大柱，俺看你的样子也是个有福之人。你媳妇一看就是个很勤快的人。俺想问一下，平时这家里所有的家务活，全都是她一个人干吗？啊，对，家里边里里外外都她一个人。
你先回去吧。哎，李大人，吃了饭再走吧。啊，那我就不送了啊。哎，慢走。大人，这个何大柱可真不是个东西，跟他弟弟二柱没法比呀。这也真怪了，都是一个娘生的，他怎么会？不知道你有没有感觉到，刚才他们好像是在互相买卖些啥呀？是吗？那我倒没注意，只是咱们进屋之前呢，我听那个王老板说了一句什么后天要接人，谁知怎么回事儿？可俺注意到他手指的红色。哎，小五，你想办法打听一下，他们到底在买卖一些啥？这好办，我知道那个王老板是属王八的，外硬内囊，一下啥真话都讲了。吓一吓他吧。是，你们俩保护大人。大人，那我去了啊。去。走。什么？有这事儿？哎，那也没什么奇怪的。何大柱能干出这种事儿。小五还打听出这次是大柱妻他自己提出要卖自己的，并非是何大柱之意啊！你不觉得奇怪吗？那我也不觉得奇怪。为啥？大人，您不知道，这何大柱是余县出了名的赌棍泼皮，为这事儿，他爹给气死了。更何况他对媳妇儿稍不顺意就非打即骂，秀姑能挨到现在就不错了。这回恐怕是看着婆婆进了牢房，更是没了希望。卖了自己，无非是想远离这个混账，这也没什么好奇怪的。原来是这样。哎，大人，您该不是怀疑何大柱这两口子跟明珠这案子有关吧？何大柱，他连自己的娘都可以不顾，还能够为自己的兄弟做出那种事情啊？至于那个秀姑，哎呀，这秀姑跟明珠那就更扯不上了。哦，师妹，我知道，我说的话你都听不到，那你就静静的看着，师兄为你舞剑。什么人？这位哥哥，你干嘛这么凶啊？我又没有恶意，我只是因为这幅画，还有你，吸引了我，我才过来看看的。姑娘，这夜深人静的，你一个姑娘家，怎么跑到这里来了？我哪里是跑来的？我家呀，就住在这山上。就住在这山上。那现在夜已经深了，丛林也不安全，你还是早点回去吧。不怕，我早就习惯了。哎，哥哥，你不会也住在这观中吧？哦，我知道了，你是新来的。看来姑娘还真是居住此地，不错。我是新来不久。她可真美。你说什么？我是说，这画卷中的女人可真美呀！哼，你喜欢她吧？你多问了，姑娘。夜已经深了，你还是早点回家吧。哎，你还没告诉我你姓什么呢？喂！哼，你不告诉我，我也能知道。
哟，道长。哎呦，蜘蛛妹啊，你去哪儿了？我已经等你半天了。啊，我出去随便走了走。啊，道长请坐。啊，好好。道长，你这么晚了，找我有事吗？啊，也没什么大事。多日没过来看你了，你还好吧？嗯。是不是又出去找你哥哥了？我每日都要出去找我哥哥，可是寻找了这么多年，始终还是没有找到他。你对你哥哥一片深情，真是令贫道感动啊。不过蜘蛛妹，贫道还是要劝你几句。照你记忆所说，你兄妹分别已有300余年了，况且你哥哥已非活体，且身困琥珀，这寻找起来自是不易。但贫道还是坚信，只要你持有这份赤诚之心，加之你的精深修为日益增进，终有一日你会寻到哥哥。还是那句话，贫道愿倾全贯之力，相助你们兄妹早日团圆。道长，小女真不知如何感激。自从我来此地寻找我哥哥，数年承蒙道长收留，才让我免遭漂流之苦。今后无论我能不能找到我哥哥，小女都不会忘记您的恩德。道长，日后若有需要小女之处，我蜘蛛妹也定当会全力报答道长。哎，此话谈及不上啊！贫道一生只信奉善行，从未私求回报。你不必如此，就安心在此居下，好生修为，努力寻找哥哥便是。好啦，你早些歇息吧，贫道就先告辞了啊。好，多谢道长。啊，好，我送道长。如果这世间的凡人都能像蜘蛛妹一样，视情为重，知善识报，那就好了，也免得贫道受此窝气，遭人不解呀。道长，何事令你如此叹息啊？蜘蛛妹有所不知啊，贫道苦修仙丹，就是为了能够济世救人，以解百姓之急呀。无奈众生愚腐，不解其中真谛，丹药乃救世圣物，却得不到百姓认知，贫道这才因此苦闷异常啊。这还不简单？道长可用仙丹去治愈病患，待知晓仙丹灵验的时候，那百姓们不都全都信服道长了？话虽如此，可这仙丹乃集大成之药，炼就自是神奇无比，可也因此才非一物短时便能炼就。百姓们不知，反而干扰贫道炼丹，这令贫道心急，但也无奈。所以贫道在想，若能想个法子出来，先让百姓信服，而不再干扰贫道，使贫道能够安心炼制，待等仙丹成就之日，那也就圆了贫道普度众生、恩济天下的宏宏之愿了。可是这丹药尚未炼成，有什么办法能解道长之愁呢？是啊，这的确难为。不过有一个办法，贫道倒也是想过。有什么办法？道长快说说看。这办法还别说，只有你蜘蛛妹能帮上忙。我？这件事情，我能帮上道长的忙？也只有你才能办得到。只是什么？道长快说。只是这件事情，也许会令你为难。哎呀，算了，我看还是另想别的办法吧。我走了。你等等！哎，道长，你等等！道长，我说过了，蜘蛛妹愿意为您做一切事情，来报答道长的恩德。您就说吧，
我如何才能帮上您？哎呦，老陈公，孙大人，您来了，快请坐。上场。是。老陈公，何事让你如此气急呀？孙大人，真是不好意思啊，我实在是气不过了，才这么急，把你请来啊。你说李安这个人，到底是怎么回事？明珠这个案子，如今真凶已经查实，可他就是拖着不判，不是犯病闹肚子，就是闲着，哎，没事儿，要帮着人家找什么牛。孙大人，他这是何意呀？原来为此事啊！老陈公，您先消消气儿。孙大人，我消不了这气呀。本想速结此案，惩办了祸凶，好让我的孙儿明珠早日入土为安呐。可李安他就是拖着此案不判。哎，我想了，一定是因为上次我揍了他，他怀恨在心，有意跟老夫过不去。真是小人一个呀！哎，真是气死我了。老陈公，莫生气，气大伤身呐。不过这话又说回来，这个李安呐，确实不像话。这2日啊，我也经常派人去催，可却连他的影子都见不着啊，我也气呀。不过老陈公先莫急，等到了明日，就是他倒霉的时候了。孙大人，此话何意？老陈公，谁让您是我的老陈公呢？就是您今天不叫我来，我原本也是打算过来要告诉您呢。我岳父巡抚大人为了明珠一案，明日即到盂县。哦，这么说，我那侯老贤弟为了明珠这件事情也来了？可不是嘛。所以我说嘛，您先莫急啊。李安那小子他不是犯狂吗？等到了明日，我倒要好好看看，他还能不能狂起来。哎呦，老兄，实在对不住，你看我们大人他今天又……哎，慢着，我是王头，你不用再费劲儿跟我说你们李大人今儿又怎么了。哎，不是他，哎，我奉知府令前来通知你们李大人，巡抚大人今晨已到盂县，现就下榻周老臣府。知府大人严令，令李大人速往州府拜见巡抚大人，不得有误。告辞了。啊，是。哎，您慢走啊。红云妹，近期你可是变多了，总是心事重重的。回到湖中，也不比从前，连话都不愿意跟我说了。唉，这也难怪。这寂寥的湖底，怎比人间的繁华呀？我好羡慕你啊！看来我也只有在梦中畅游凡尘了。那花草树木，阳光白云，多美啊！红云妹，哎，李公子。你也来了，咋这么快回来啊？我回来时，公子刚刚去了州府。李大人，您怎么去了1天呀？才回来啊？哎，有话待会儿说，俺得先喝口水。哎，我来。哎，真是渴死俺了，1天1口水都没有喝过。大人，您见到巡抚大人了吗？别提了，今天可让他们把俺给整惨了。怎么了？风风火火把俺叫到那儿去啊！那巡抚大人明明就在州府，可俺到那儿之后，他们就愣说不在，就让俺在门房等，这一等就是大半天呐！啊，连口水都不给俺喝，还不错，
到了中午呢，还给俺拌了碗干面吃。后来太阳就快落山了，这才让俺见到这位巡抚大人。哎呀，啊，这不是明摆着折腾人吗？这不是？你这话说对了啊。那后来见了面呢？巡抚大人怎么说的？嗨，痛快，2个字，速判。这就完了？完了？你还想说？你想说，人家也不想听啊。那巡抚小老头，别看胡子都白了，哎呀，那叫一个横啊！周老成功也没给俺好脸子看。哎，就是那个知府大人，嘿，还不错，倒没给俺脸色看。可他就老在一旁嘿嘿嘿嘿笑俺，那才让俺浑身别扭呢。不过，俺也不生气了。让俺最犯愁的是，为此事巡抚大人亲自来了，又如此逼俺，俺可真的有点犯难了。大人，现在这个案子还不能结。于姑娘赶着回来，也是看出了这个案子还有疑点。于姑娘跟你想到一块儿去了，是吗？于姑娘也是这么想的？公子分析的不错，其实我也是这样想的。刚才还听王捕头说，公子还怀疑大柱期，不知公子是怎么想的？没错，俺这2天没想别的，脑子里转的全都是他。本来这个案子咋都扯不到他身上去，可是有很多事情凑到一起，俺就不能不把他扯进来。你们想想，二柱娘虽然买了批实，可她说买药就为了毒害明珠，这一点说来实不可信。道理很简单，正常情况之下，明珠咋会去他家呢？不光如此，就算他准备了毒药，又去哪里给明珠投毒呢？好，我们即便信他所称，他是一时起意，趁机投毒。哼！可你们记得当日明珠突发救急是在瞬间发生的，又是众目睽睽之下，一个平日行路都要拄杖拐啊拐的老人，又是如何能够瞒过众人耳目，迅速投毒的？这可能吗？况且之前的调查都已经证明了，当时接触过那只毒丸的只有3个人：1二柱，2采莲，3韩公子。可这3个人现在已然被排除了，以此论推，这毒从何而来？答案就只剩一个，答案就是这批实之毒不是在现场下的。也就是说，这毒在明珠发病之前就已经在罐子里了，而投下此毒之人，公子就怀疑到。不错，俺就怀疑到他了，因为在何家也只有他烧水做饭，操持家务。昨日俺还为此事细细地询问了一番何大柱，而且那天装水的水罐也是他拿到屋中去的。那就可以认定这毒啊就是他投的。不能够枉此定论呢。为什么呢？我想公子还有疑问未解，这大柱期为何要投毒于明珠呢？而这批实又是从何而来呢？还有，二柱他娘可知此事呢？若知道呢，那便是2人同谋了；若不知的话，这一切又该如何解释呢？所以目前也只能是怀疑，绝对不可以轻断呢。只因为这里面少了一个“李”字。是啊，照这么说，大柱期投毒是太勉强了。再说这个秀姑善良本分，这是大家伙都知道的呀。可是这个案子也太奇怪了，偏偏又发生在何家。大人，这个案子，您到底还想不想查下去了？这啥话？王捕头，有话你就直说吧。哎，大人，我说句不该说的话吧。这个案子查到现如今，您已经是功德圆满，挽回了一桩冤案了。本案虽说还有疑点，但若再行查究下去，这第一需要时间，这第二呢，就是一旦判断有失，再查之无果，对大人您可就太不利了。对俺利与不利，俺一点都不在乎。俺在乎的倒是你方才的那句话。二柱一案，要说是俺挽回了一桩冤案，
攒下了一点功德，俺还承受得起。如果刚刚破获的这桩冤案当中还有隐情，它还是一桩冤案的话，哼，王捕头，那俺可就要掂量掂量了，还扛得起扛不起这功德二字。大人，您说的没错，可是现在形势逼人，连您自己都说巡抚大人亲自前来督办，令您速判嘛。到了这个节骨眼上，如果大人还是拖住此案不判，大人呐，不管怎么说，您都得好好想一想，他们还能不能再容得下您？重压之下，您自己是不是还能扛得住啊？俺不是傻的，你以为俺不知道这后果吗？可是，只要俺这身体里的肠子还是热乎的，背着的这根脊梁骨还是硬邦邦的，俺怕啥？俺啥也不怕。大人，您说吧，下一步咱们怎么办？嫂子，煎好了，你等一下啊。嫂子有样东西给你。采莲妹子，你把这个东西交给二柱兄弟，你们千万要放好了，可不能再让大柱给翻了去啊。嫂子，这是……你别问这么多了。总之，你要记住嫂子的话。兄弟现在醒了，我也就放心了。啊，药都凉了，快拿去吧。嫂子，你这是怎么了？我没事。我的好妹子，我们家兄弟以后就托付给你了啊！快去吧。哎，嫂子，我去了啊。沉睡了千年的爱恋。